你要是想发脾气，就去踢副驾的座椅，不要踢我的。我在开车呢，没看见吗？马上到家了，一会儿我先进去解释，你在车里面等我叫你。这次的事儿是你胡闹，像现在这样收场，已经是我能想到最好的选择了。你应该谢谢我插手，否则你没什么缓冲的余地了。我真的很想问啊，你怎么会被他三言两语就激得开赌局啊？你明知道在裁判的地盘上就要遵守那儿的独立规则，落了锤的赌约，就算是你父亲也必须得认账。我不掺和，不然我看着吗？你站在赌桌上面喊话，说如果有人能打穿你手里的金币，你就嫁给他。周围人都在起哄。哦，你那位朋友还找不着北的时候，已经有3个人在子弹上面上膛了。我开枪只是对策，没有其他什么意思。我赢了，赌约硬给我，这是已经落了锤的结果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算是订婚的关系。如果你心里不舒服，等这阵子风过去，我们就去把婚约撤销。我能有什么私心？我就是想护你一次。好了，到家了。你在车里冷静一下，我先进去，等会儿差不多了你再过来。姿态放低点。你怎么来了？没睡啊？新婚礼物这就送进家里了，爱看热闹的人还真不少。跪了一晚上，刚去领完罚。你就当我是多余插手。好在这件事儿算是翻篇了。哎，看在我帮你挡灾的份上，劳驾去帮我倒杯水，别光顾着自己喝呀。怎么了？听见闲话了？说的什么？这些不痛不痒的话，从先生正式收我做养子那天，我就开始听了，不用理会。养子只是个名号，方便办事。先生没要求我改口叫父亲，我也更习惯原来的称呼，在心里明白就行了。这些年，你不是也没叫过我哥哥？我知道你没有哥哥，我也没想沾这个光，但是在名义上我算是你的哥哥，所以这次搞出的婚约不好看，也不好听。有人说闲话呢，也是意料之中的，先生罚我也不远。行啊，我心甘情愿，看不惯你就回去睡觉。我也准备歇一会儿。什么新婚就分房？哎，你可别跟着那群人火上浇油啊！在家里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这是热闹的人尽皆知。你那个朋友，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能让你这么不管不顾的站上去？这个赌局，你是为他开的吗？我应该也不算是坏了你们俩的事儿吧？就他那个枪法实在是太差了，本来也赢不了。哼，开枪嘛，当然要快，不然我还跟他们谦让啊。这又不是能排队领号的事儿，总共只有1个名额。你看什么呢？这也不算是婚戒吧，就是个战利品，当时特意带给那些人看的。你选的金币大小挺合适的，稍微掰一掰，就正好能套住手指。不过弹孔上还是有点毛边儿。
明天磨一磨再戴。怎么了？这认识这么久了，我对你能有什么心思啊？而且以前不是说过吗？你看见我就烦，当朋友都勉强，变成了兄妹更头疼，让我别天天在你面前晃悠。哼，现在倒好，直接订婚了啊！明明想避嫌，反而还越绑越紧。你亲我干嘛？没感觉。我能有什么感觉？你不是也没有吗？等等，我嘴里苦，我嘴里苦就对了。你把我杯子里的水都喝光了，我刚才空口吃的消炎药。怎么，让你胡闹？吃到苦头了吧？我这有伤口，你轻点啊！废话，感觉不到疼我就死了。你不用试探我，我说了我没有别的心思。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变，还是像以前那样相处。你不要有压力，更不用因为这个婚约勉强自己。疼，我下手轻点，姑奶奶。喂，要走了？哎呀，真是的。他们把新婚礼物都送去我房里了，你这儿是放不下了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在试婚纱，我待会儿再过来。啊，帮你看？我又不太懂，要不然我叫……是，我是新郎，不过我慌什么？你以前没穿过婚纱，我第一次见，有点不适应。好看，是吗？你喜欢这样的花纹款式啊？好了，别转圈了，小心绊倒了。哎，你房间里怎么还堆着这么多礼物？都过去3天了，一直有人在送吗？那还真是谢谢大家的围观。之前先生宴请都没能凑齐这么一屋子的人名。行，我帮你拆几个。2瓶酒，哼，还都是我们出生年份的，真是有心了。这份是……哦，是你闺蜜送的，要不要你自己拆？啊，那我打开了。这什么呀？好像是眼罩。还有2个皮质手环，蕾丝。要不还是留给你拆吧，有些礼物我动了儿真不太合适。虽然说是送给我们俩的，但他们又不知道，我们其实不是他们以为的那种关系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哪份啊？绿盒子的吗？送的是什么？衣服啊？猜猜这是一套情侣装还是兄妹装？操！谁送的？这件衣服我拿走处理了，剩下的礼物需不需要我帮你过一遍？这回算是我连累你，本来什么事都没有，现在害你也被外人编排。我在乎，
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错位了。这个婚约，它就不应该有。对，我就是想和你划清界限，不然我根本分不清自己现在到底是什么身份。你呢？你分得清吗？那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应该是你的朋友、哥哥，还是……这件婚纱是他送的吗？这里的刺绣和那人衣服上的一样。那个让你沾上毒株的人，看来我还真的是多此一举。早知道你们两个两情相悦，我何苦闹出这一出？婚约是我多事惹出来的，真是耽误你们了。我会想办法尽快解除，麻烦的再多等等。我先走了，之前送去我房里的礼物，一会儿就会有人送过来。那些都不是我的，我就不碰了。回来了，我来看看你在不在，正好遇到你回来。奶奶说想见我们，明天有空吗？好，那我上午来叫你。啊，你这几天都没回家，昨天他来找你了。他说之前送来的礼盒没有双头纱，这次亲自拿给你，顺便看看婚纱的尺寸需不需要调整。最开始我没让他进门，我跟他说依照赌局是我赢了，他不能当做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起码不是现在，哪怕以后要解除婚约，那也是我和你的事。他一脸莫名其妙，让我们夫妻之间有矛盾关上房门解决，不要牵扯他一个做衣服的。做衣服的，还说我应该谢谢他，是他促成了那场赌约。所以你那天站上去不是为了和他在一起，对不对？重要，很重要，因为我想知道我有没有做错。这几天没有见到你，我一天比一天难过。我知道以前我们也不是天天都见面，但现在不一样。虽然嘴上说好了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相处，可是我心里觉得有些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。我一会儿是你的朋友，一会儿是你的哥哥，一会儿又成了你的伴侣。我不知道应该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才能心安理得。有可能是因为那个被很多人见证的赌约，要不就是那一屋子半真半假的新婚祝福，或者只是因为我手上套着你给我的戒指。我甚至开始感觉，你好像真的是我的妻子。可我知道你不愿意。做朋友的时候，你就不喜欢和我待在一起。变成你哥哥那天，我在杂物间找到你，你一直都在哭，磕着门对我喊：“救命啊！谁能赶走这个恶魔？”现在呢？现在你又被迫成为了我的妻子。我总是错误地出现在你身边，做你的朋友、哥哥、丈夫，明明应该越来越亲密，但是就怎么都不对。我们之间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？你教教我。
这次是因为什么亲我？最简单的答案是什么？我没有答对过你的问题，我已经不敢再乱点了。喜欢我？你确定吗？怎么会是这个答案？从小我就招你烦，我一靠近你就躲开。我以为你讨厌我，你真的喜欢我？那你就再告诉我一遍。再一遍。所以你小时候避着我，是因为喜欢我，害羞吗？后来不愿意叫我哥哥，和我冷战，也是因为喜欢我，所以不希望变成我的妹妹。那天你站在赌桌上，说要嫁给打穿金币的人，不计后果，也是想确认我的心意。把手给我。我找了枚金币，比着我手上的戒指，给你也做了一个，勉强算是一对。明天要去见长辈，我觉得还是准备齐全比较好，所以提前准备了。现在你戴上了这个戒指，以后我是不是可以正式向大家介绍，你是我的妻子了？谢谢你为我鼓足勇气，赢下那场赌约。你曾经是我的朋友、家人和最深的秘密。我只在心里说过爱你。其实我爱你，这早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今后，当你经历生命中重要的时刻，我都会站在你身边，作为你的挚友、家人，还有伴侣，给你我所有的支持和信任。你愿意做我一生的归宿吗？